老子《道德经》里有这样一句话叫知白守黑。白和黑是什么意思呢？下面我讲一段话，非常考验人的悟性，大家看看能不能听懂。黑代表着深不见底，玄而又玄的道，而白则代表纷繁复杂，形态万千的万物，也就是气。黑代表着难以控制的潜意识，是人体内潜在的深层的能量源，而白则代表着大脑的意识、分析、思考和逻辑。白是一切显露出来的万物，而黑则是一切外显事物的底层动力。白是我们见到的竹子、树木、花草，黑是藏在地表之下的根系。白是光鲜亮丽的，是可以呈现出来的肉眼可见之美，而黑是暗淡无光的，是超越三维的，潜藏的，只能靠诚心感知的灵性之美。白是动的，使万物受日月临照和四时交替的影响而生生灭灭，来来去去。而黑是静的，它是道之子，是生发万物的一，它不生不灭，不来不去。白是循环往复，黑是永恒如一。白代表着人们的欲望，希望青春常在，福禄双全，希望一切都在最美的时候停下，厌恶衰败、苍老和凋零。而黑则是人们的灵性，在这里花常开，水长流，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色处见繁花，于黑暗处显光明。这就是世间的真谛，此为天下事。普通人想要过好这一生，一定要懂得一个道理，知白守黑。这四个字可以说是老子思想的最高峰。西方大哲学家海德格尔、黑格尔都曾将这四个字奉为真言圭臬，所以他到底在说什么？肯定不是你想的那个黑与白。今天我们还是分三层，由浅入深的来聊一聊。首先第一层，知满守空。你要想有得先创造无，你越想要满，就越要留出空。这可不是在讲中式留白美学，而是实实在在可以帮你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论。喜鹊这本书里讲过一个故事，就是当一家医院特别忙，所有手术室都排不过来的时候，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专门空出一间手术室。本来就已经不够了，为什么还要再空出一间？因为空出来的这一间可以被专门用于急诊，这样就不会出现急诊抢占正常手术室的现象，不会打乱整个医院的正常流程，效率当然会更高。这个就是知满守空的智慧。就像一个洗衣机，装了太多衣服，它是不可能转起来的。同样人也是如此，你想要更高效的工作，那你就得好好休息。你想要跟一个人缔结美好的关系，那你就要给他留出足够的空间。从来都不是亲密无间，而是亲密有间。你得允许关系中有一些缝隙存在，那些缝隙才是你们感情的透气孔。世界上所有的有和无都是相伴而生的，你在创造有的瞬间，同时便产生了无。就像你得到一个人，和他在一起了，
同时也失去了和他之间的其他可能。就像你失去一个人，和他分开了，同时你也得到了和其他人之间的可能。人生在不停追求满，不停追求有的同时，也要记得往后退一步，想想空和无的智慧。就像一枚戒指，正是因为有了中间的这个洞，才拥有意义的。接着第二点，知强守弱，弱者道之用。这句话大家肯定都听过。还有一句是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特别大的风肯定不会整天刮，暴雨也不会一直下，那种能够连绵不绝累日累月下的，往往都是淅淅沥沥的小雨。我们这个宇宙不仅存在强作用力，还存在弱作用力，不仅存在能被观测到的物质和能量，还存在观测不到的暗物质、暗能量，甚至这些观测不到的东西所占的比重要远远大于能观测到的。换而言之，正是这些弱到无法被察觉的道，才维系了整个宇宙生生不息的运转。那对于我们人来讲，要如何去奉行弱的智慧呢？叔本华说，人类要去学习动物的智慧。人为什么会焦虑、恐惧、痛苦啊？人是因为想到了不在眼前的事情，经过思维的作用，才产生了这些负面情绪。但动物所感受到的苦乐，只是局限于此刻的现实，它们能够心安理得，全神贯注地享受现在，所以它们才能拥有这样令人羡慕的无忧无虑和心平气和。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会拒绝做自己的动物，却又觉得自己是宇宙间最强的存在。但其实很多时候，那些看起来比我们弱的动物，甚至是植物，都要比我们人类高明许多。最后第三点，知白守黑。当你知道什么是白，也不需要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黑都变成白，就好像你懂得了什么是所谓的正确，也不要试图用你的正确去改变别人。比如阴阳八卦用黑白来比喻唐僧和孙悟空，但其实孙悟空才是那个知白守黑的人。为什么叫悟空？因为他早就已经悟了空。他一直在告诉师父，求取真经的路途并不漫长艰难，你只要悟了一瞬间就到了西天。大家总以为是唐僧度化了悟空，但非要说的话，其实唐僧更需要悟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是黑孕育出了白，知白守黑。你不仅要能看到黑暗处的脏，也要能看到黑暗能容纳这份脏的宽厚。这一点可能有点深了，也或许有很多人会不同意我的说法，但没关系。还是那句话，不需要把所有的黑都变成白。道德经28章是一个重要的篇章，老子在这一章中提出了著名的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的学说，告诫人们要手持低位，保持低调，以处下达到居上，以无为实现无不为。老子的3知3守，以深邃的目光、高深的智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处世的人生战略。它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的人生觉悟，是自我保护的避难策略，也是一个人风度、教养、
气质、智慧的体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什么是三至三首？1.1老子在《道德经》28章开篇中提出：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意思是说，我知道什么是雄强，但我宁愿保持柔和，就像溪水一样悄悄地流淌，这样恒长的德行就不会失去，从而回归到婴儿那样的淳朴境界，就是那种气和而不暴，性纯而未散的境界。和尚公章句中说：雄以育尊，雌以育卑，人虽自知其尊贤，当复守之以卑微，取雄之强梁，就雌之柔和，如是则天下归之，如水流入深溪也。雄是争强好胜，高高在上的，雌则是柔软顺和，趋低退后的。有道的人不会也不屑于与人争，然而正因为不争，才能避免无谓的麻烦，反而让财富、人脉和资源都争相聚拢来。战国时期的蔺相如，由于渑池大会在立新宫，被赵王任命为上卿，官位在廉颇之上，这让廉颇耿耿于怀，异常不满。他到处扬言，如果让他碰上了蔺相如，一定要好好羞辱他一番。话传到蔺相如耳边，他此后便远远地躲着廉颇。众人甚为不解，以为蔺相如真是怕了廉将军。蔺相如解释，他之所以躲着廉颇，并非由于害怕，而是怕将相不和，影响国家的安定，让敌国有机可乘，故而选择了退让。得知真相的廉颇顿感羞愧，他主动背着金条来向蔺相如请罪。由此可见，知雄守雌是一种低调的为人处事方式，是占着理儿却仍然替他人着想的一种高尚的姿态。1.2老子接上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事。为天下事，常德不特，复归于无极。我一切都看得清楚明白，但我宁愿守住暗昧，这样才能成为天下的楷模。能成为天下的楷模，就不会背离恒长的德行，从而回归到无为真朴的状态。明太祖欲著道德真经，白乃光明也，将甚必有亏，故先守望其黑，黑乃明之先兆，是以存其光而不欲尽也。白就是光明的地方，就是很露脸的地方，但你太露脸了，就容易受到诟病，遭人记恨，所以你要把持住自己。黑暗过去就是光明，只有守黑低调才可以保持长久，而不会昙花一现。曾国藩年轻时也曾希望做个一尘不染的清官，可是他报效朝廷的心愿并未能顺遂。当他赤手空拳创建湘军，为大清立下赫赫战功时，换来的却是同僚的非议和嫉妒。咸丰帝也对他满是戒备和猜疑。在他因首父丧居家的日子里，终于悟透了，做人要学着外浊内清，外黑内白，
表面上的妥协，其实更有利于事情的顺利开展。于是他选择了和光同尘，而这更充分体现了妥协的力量，也让他更好地绕过重重障碍，实现了自己的抱负，成就了一番伟业。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知白守黑让我们明白，人生在世要懂得圆融变通之道。1.3，老子又说：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富贵于朴。大家都喜欢荣耀，但我却不与人争荣，宁愿做最底下的山谷，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虚空谦卑的位置，保持这种虚空谦卑的处事方式，恒长的德行才会圆满充足，回归那种质朴无华的品质。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大败于吴王夫差，被困在会稽山。君子报仇，10年不晚。他听从臣下文种和范蠡的建议，装作向吴国求和，夫妻俩自愿入吴宫为奴。在吴宫的日子里，他们小心地伺候吴王，受尽各种羞辱，表面上却极尽谄媚之态，没有流露半点不满。其卑躬屈膝的奴才姿态最终感动了吴王。3年后，决定放他们回国，为了牢记亡国之痛，时世之辱，勾践卧薪尝胆，重用贤才，发展生产，君臣同心同德，奋发图强。经过近10年的精心准备，越国终于一举打败了吴国，勾践也成为了春秋末年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霸业达到了极盛。知荣守辱是一种策略，古今中外，凡能成就大事业的，无不是懂得低头、放低身段的人。只有甘于卑微，把自己置于最低点，方能实现质的飞跃。由此以上3点可见，老子的3之3守，并非是叫人消极避世、不思进取，而是一种做人的修养和水平的体现，是以退为进，以守为攻，以柔克刚的智慧，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低调退让，谦卑自守，忍辱守分，才是最安全无忧的状态，也才是最接近于道的状态。3之3守是一种人生的战略。老子的3之3守与他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从对阴阳的理解阐述了道的深刻内涵。2.1，知阳守阴是要让你处下居上。在3之3守中，雄和雌是一对阴阳，白与黑是一对阴阳，荣与辱也是一对阴阳。这3个意思都是一样的，都是要理解阳性的东西，但又要守住阴性的东西，最后复归于本源的质朴状态。老子为什么强调守阴？因为阴性的东西是温和的、柔弱的，他认为柔弱的东西充满活力，刚强的东西象征死亡。在一定条件下，柔弱可以战胜刚强，这是符合物极必反规律的。所以我们为人处事要知阳守阴，
这并不是妥协退让，而是以无为来实现无不为，目的是让你处下居上，成为天下溪、天下事、天下谷。2.2 低调处事是一种人生的觉悟。老子讲的守慈、守黑、守辱，强调的都是守卫，手持一种较低的定位，手持一种处下低调的姿态。我也知道雄强的优势，知道露脸的风光，知道荣耀带来的好处，但我只做山涧的溪水，不做和滔滔的大江，只做低下的山谷，不做高耸的山峰，只做幕后的英雄，不做风光的网红。我之所以如此，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有一句话叫做红极一时，风光是短暂的，走红不能长久。所谓树大招风，就是这个道理。人太露脸了，并不是什么好事。老子为什么那么强调守卫？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往往守不住那个位。有一位纪检监察部门的处长，以前和同事相处的时候，进进出出见了面挺客气，大家互相都打招呼。后来他升官了，升到了副厅级，每天上下班都有小车接送。这人一扩脸就变，他在见到邻居时，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客气了。别人跟他打招呼也爱理不理的，因为他把自己的位置放得比别人都高。这种做派令人十分反感。后来他因为受贿判了刑，成为阶下囚，什么风光也没有了，还弄得老婆儿子抬不起头。所以老子告诫人们，定位不要那么高，为人要处下低调，因为处下才能居上，低调才能服众。如果你把自己放得很高，就会脱离大众，与大家离心离德，使自己处于孤立的境地。保持用低调的方式为人处事，是一种人生的觉悟。你没有这种觉悟，就说明你的德行不足。2.3 低调处事也包括了一种气质和智慧。蠢人的争强好胜，小聪明、小有知识的人的喋喋不休，好为人师。浅薄者、小家子气者的史记斗气，出风头，好虚名。老子看得太多了，我辈也见得太多了。越是没有出息，没有本钱，没有风度，没有头脑，就越是闹个甚欢。老子这里讲的可以说也包括了一个风度教养、气质智慧问题。有一家地方报社从宣传部调了一位干部来当社长，其实这位干部既不懂新闻业务，也不懂新闻管理，初来乍到就把前任的工作全盘否定。于是他要改革，首先让50岁以上的老记者、老编辑下岗退养，后来又取消了报社的校对，报纸不校对就发行，校对是新闻出版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样胡改乱改乱，肯定要出问题。正所谓无知者无畏，他听不进老同志的忠告，坚持一意孤行。后来报纸果然出问题了，一条宣传公安英雄人物的报道，却配了一张贪官的图片。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公安部和涉事单位要求报社公开赔礼道歉，
新闻出版总署通报批评，这位社长和报社的总编因此而被免职。这就是争强好胜，逞能逞强，认为别人都不行，只有他能干，这就是浅薄。你不懂新闻，却把前任否定得一无是处，不知道新闻工作有自己的规律，报纸出版的每道工序，每个岗位的设置都是必须的，特别是校对工作更不是可有可无。你一个外行本应该虚心学习，谦虚谨慎，凭什么那么嚣张，那么胆大妄为？这就是一种没有教养、没有风度、没有气质、没有智慧的表现。他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超强的位置，丝毫不觉得自己很愚蠢。他不知道上级可以任命你的职务，但不可以任命你的专业能力。管理水平 2.4 低调处事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老子的三只三手与避难的观念可以相通。俗话说，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许多的是非烦恼都是因为守不住那个位，不甘寂寞带来的。老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局势一片混乱，大家都在争权夺利，你方唱把我登场。老子看惯了许多人由于过分的追求，过分的高调，最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老子的观点既是骄傲自信，也是低头无奈。有什么办法？人生这样麻烦，环境这样复杂，前景确实险恶。你不守慈守黑守鲁行吗？因而只有采取人取我弃，人弃我取，低调处下的方式，才是既安全又自在的。2.5 低调处事还因为知与守并不统一。老子强调守住低谷的定位，还因为知和守并不统一。你的知和你的守并不能达到统一的水准。什么叫知白？我心明眼亮，我有各种信息。什么叫守黑？我能做到的有限度，受很多条件的限制，因此我用不着到处做一切皆知状，用不着到处做心明眼亮状。你什么事都内行，万事通，无所不知。这种状态别人很烦，很讨厌你更不容易把事弄成功。所以就要懂得知与守的区分与距离。老子在这一点上看得比许多人都高，看得比许多人都深。就是知可以走在前头，可以超前，但是你做事情却要守，要把握住你自己，不要那么激进，不要那么好表现，稍微滞后一点。这就是一个人生战略，一个处事权术。3与三只三手相通的智慧。老子三只三手的说法对后世的中国人乃到现代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说法都与三只三手有道理和情理相通的地方。有一句成语叫做大智若愚，出自《道德经》45章，意思是才智出众的人看上去好像很愚笨，不露锋芒。这与老子的三只三手完全相通，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这既是一种与人相处的智慧，也是一种生存策略。《三国演义》中的杨修就是因为耍小聪明，
喜欢卖弄，引起曹操的反感，才遭遇杀身之祸的。还有一句成语和光同尘，出自《道德经》56章，也是让人不露锋芒、平和处事的方法。老子讲这句话不是同流合污的意思，而是要你挫去身上的锐气，把身上的光芒盖住，不要太刺眼，要与大众百姓和世俗贴得更近一些，不要那么高大上。郑板桥写了难得糊涂4个字，这4个字联系到3只3手，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其中的智慧是相通的。难得糊涂包含2个意思，一是大事聪明些，小事糊涂些。你不能什么事都聪明，什么事都计较，什么好处都让你占了，这样你就会失去人心，成为孤家寡人。二是根据社会环境来确定自己的选择。论语里讲邦有道则治，邦无道则愚。君王比较开明，你可以帮他出一些主意，提出一些治国策略。如果君王无道，你出的主意他又不听，你就得要学会保护自己，装得很愚笨很糊涂。还有韬光养晦，这句成语虽然不是出自老子，但与老子3只3手的理念是一致的，意思是隐匿你的光彩才华，收敛你的锋芒踪迹，将自己处于一个相对不显眼的位置。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要韬光养晦，绝不做出头的传子。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策略无疑是正确的。没有一段时间的韬光养晦，中国就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快。韬光养晦就是要求你要坚韧、谦虚，放下身段，这是一种深藏的智慧，一种悄无声息的谋略。凡是能够做到韬光养晦的人，才能做成大事。历史上甘愿处下而成大事者不在少数，最著名的当推张良。《史记·刘侯世家》记载，秦末张良在博浪沙谋刺秦始皇失败，逃到下邳隐居。有一天，他在镇东石桥上遇到一位老者，鞋子掉到了桥下，要他去拾。张良觉得很惊讶，便克制自己的怒气，到桥下帮他拾回了鞋子。这位老人又伸出脚来，要张良帮他把鞋子穿上。张良默不作声地替他穿上了鞋子。张良的恭敬从命，赢得了老人孺子可教的肯定。又经过几番考验，老人将自己用毕生心血注释而成的《太公兵法》送与张良。张良得到这本奇书，日夜诵读研究，后来成为满腹韬略、智谋超群的汉代开国名臣。张良克制自己的不愉快，为老人拾鞋、穿鞋，看上去很窝囊，但这并不是软弱的表现。他处处礼让，既表现了对老人的尊重，也表现为自我品格的完善。张良正是在不断地礼让过程中，磨砺了意志，增长了智慧，最终成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杰出军事家、政治家，越是锋芒毕露，才华横溢，技压群雄，无可匹敌。
越是被这个嫉贤妒能的天下所不容，不但会一事无成，而且很可能落得一个可悲的下场。知白守黑中所蕴藏的智慧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如果能将它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生活也会变得更加好。在团队中，不要总是斤斤计较，一心想把好处全占，也要考虑团队其他人。在家庭中，平时该糊涂就糊涂，不要抓住小事不放，家庭才能和睦幸福。在生活中，要学会韬光养晦，锋芒太露遭人嫉恨，学会藏拙，路才能长远。有缘之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请以点赞回应，回复一句知白守黑。祝愿大家顺应人，合于时，迈向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积累无量功德。